你说你们，人家刚小学毕业就有女朋友了，你们反思一下自己吧。前几天，一个小男孩向我发起了求助，需要我帮忙找一张老照片的拍摄地，并要求我做一期推理视频。一开始我还以为这是他妈妈的照片，但我一打开就发现不对劲，这不可能是你妈妈小时候的照片吧？二维码才广泛应用多少年？再说这里就写着最美东湖，这一点都不难啊。随之我搜索了东湖，结果显示广东省内广州和深圳都有东湖公园，因此我就好奇问他的妈妈是广州还是深圳人。他的回答也解开了我的疑惑，其实这就是他的照片，而不是他妈妈的照片。他还好奇我怎么就笃定这是在东湖公园拍的照片，肯定是因为上面有字啊，难道是因为我叫侦探吗？经过了简单的沟通，发现拍摄点就在江门的东湖公园。原本我还以为事情就这样了，没必要深究，更没必要做成视频，毕竟这太简单了。谁知他还想让我找具体定位，那么事情就有趣起来了。江门的东湖公园占地53公顷，南北跨度足足有 1.5 公里，里面有成千上万的树木。也就是说，我需要在一个硕大的园林公园内找这几棵树的位置，这无疑是大海捞针。还好背景除了树，还有这白雪公主和7个小矮人。虽然这一看就便知是为了春节搭建的节日装饰，并非一直存在于此的，但这已经是目前比较好突破的点了。只需要找到这个白雪公主的位置，拍摄点就会呼之欲出。随后我就答应他稍后给他解决。基于职业习惯，我顺手看了他的主页，这一打开不得了，主页就艾特了他的女朋友，第一个作品就有他实名表白的截图，后面还有他今年小学毕业的合照。你说你们，人家刚小学毕业就有女朋友了，你们反思一下自己吧。我继续点开他女朋友主页，依然是10后的通用简介，艾特一堆人，好像害怕增加了我的工作量。而且这 IP 和这2个字，我马上就猜到这女朋友怎么来的了。基于以上的信息，现在的小孩也太不懂自我保护了，一个怪叔叔随便一翻什么都知道了。加上最近我刷到过很多冒充游戏客服的诈骗视频，所以我就顺便给他提了一嘴。此外，屏幕前的你还有你身边的小孩，暑假期间类似事件频发，请做好预防吧。言归正传，既然切入点是江门东湖公园的白雪公主，于是我就在网上各渠道大量搜索江门东湖公园、白雪公主、春节等组合关键词，试图找到这个位置的相关视频图文。期间我还通过他的目测身高，把年份信息定在了2018到2020的区间。然而经过近1小时的搜索，发现能匹配上的数据少之又少，根本得不到想要的答案。接着我搜索了其官方账号，并查看了该账号发布的所有图文，直到翻到2019年初的这篇文章，我终于看到了这个白雪公主了。所有人物的姿势都对上了，是同一批装饰人偶了。然而摆放和背景都对不上，那么这应该不是19年的春节了。我继续往前翻，终于在18年的春节找到了一模一样的白雪公主了。所有角色的动作、摆放以及装饰、背景、树木都对上了。也就是说，这是他2018年7年前5岁的时候拍的照片。我细致阅读了全篇文章以及前后的几篇关于春节的文章，其中也没有提及过该白雪公主的位置信息，而且该图前后的图也没有特定的位置关系。至此，单凭白雪公主已经不能找到拍摄点的定位了，但是新找到的图却给了我更多有用的信息。左边的这个带气根的是榕树，中间的这2棵根据树干、树叶以及所处之地推断，这应该是芒果树。远处的看不太清，根据枝干，我猜测是鸡蛋花树。结合2张图，装饰地在一片草地之上，只是因为春节人流众多，踩踏后这里变成了泥地。接下来就是确认方向了。根据他下身以及鞋子的高度及影子比例，确定拍摄时的影子长度要比物体高度要小。把时间翻回2018年的春节，发现春节的那几天
只有中午那几个小时会影子小于物体长度，而其余时间都是影子比物体长。因此推测拍摄时间为正午时分，此时太阳位于南侧，因此影子指向的方向是北，那么这片树木就在拍摄点的东北边了。现在的寻找目标就很明确了，我们要找的是一片东北侧有树木的草地。查看卫星遥感地图，整个公园几乎都被树木覆盖，明显能看得出有草地的，分别有一、公园南侧的那几片；二、公园中部靠近居民区的这里；三、五一大学对面的这里；四、公园北侧的那几片。通过两张图都可以看见，背后的树木是比较茂密的，因此二、公园中部靠近居民的这一片，东南侧的树木并不多，而且背后有居民建筑。如果照片在二拍摄的，应该是稀疏的树木后看到有居民房才对，与原图环境不相符，因此二排除。正常来说，装饰很多时候都会放在人流众多的地方，比如南北门，原图被踩踏的草地就能说明这一点。因此我觉得三的这里概率不大，但不能排除。而四、北侧有很多草地，可惜植被比较稀疏，而且东北侧有高层住宅楼，正常来说，如果照片在这里拍的，应该能看到稀疏的树木和背后的高楼，因此北侧的可能性也较低。其实公园北也并非全都是稀疏的树木，例如这片草地的东北侧树木就比较茂盛，但是这植被的外形说明这既不是榕树，也不是芒果树，更不是鸡蛋花树。最后经过卫星遥感地图、植被、环境等因素分析，拍摄地在南侧的概率有 70%， 在北侧的概率有 20%， 五一大学对面的这片有 10%。接着分析南侧的草地，这片如同上面所述，东北侧没有茂密的树木，因此这片草地排除。随之我就开始查找航拍图，发现南侧广场的这两片树木虽然从卫星图看来很茂密，但是从航拍图可以看出，这也就每侧3棵树长成的巨大树冠而已，树干间都能看到附近环境，并非茂密，这几片排除。因此南侧的可能性只剩下这里了。而且从航拍图可见，虽然图像很模糊，但是这片金灿灿的就很像芒果树开花时候的样子。综上猜测，我认为这张照片的拍摄地很有可能就在江门东湖公园南侧广场的这片草地之上。为了验证我的猜想，我开始大量查找该公园的视频。经过1小时的视频翻查，确实找到了拍摄位的视频，但是视线非常昏暗，压根不能通过树木、树干等信息确认拍摄点。除此之外，也有几个视频拍到附近的门，但拍不到我要的拍摄位。等一下，找个锤子哦，我不就在广东吗？停好车，我就直奔公园的这个角落去了。穿过公园的这个小门，往前走几步就是我推测的拍摄点。果然，这把赌对了，左侧的榕树、中间的芒果树以及远处的像鸡蛋花树的植物都对上了，背后的树干还有近处芒果树的树干都能对得上。而这边就是芒果树的叶子，是不是一模一样？只是远处的其实不是鸡蛋花树，远看树干像而已。有没有人认识这是什么树？地方找到了，于是我就尝试哄骗他出来，看他是否能记住我跟他说过的话，要小心网络信息。经过一顿忽悠，最终他选择了不出来，看来应该是听进去了的。不错，其实当我决定去江门的那一刻起，我就打算做这个视频了。除了告知他注意网络信息安全之外，我还想说9月1号起，你们就开始接触地理等学科了。我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告诉你们，科学真的很有趣的，同时希望能给你和其他少年对未来的学业产生兴趣吧。下课。